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在消费失去动力之前，中国必须扩大其经济复苏。南华早报文章：政策必须进一步放松，以启动其他增长引擎，并重新点燃投资和消费者信心，因为外部增长环境仍然看起来疲软。中国在消费方面的后疫情复苏继续体现在最新的经济数据上，但经济其他领域增长动力的普遍减弱迹象令人担忧。上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4月份的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和投资数据。零售销售同比增长 18.4%， 但工业生产仅增长 5.6%， 并录得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月度下跌。固定资产投资也未达到市场共识，同比仅增长 3.9%， 因房地产相关活动增长持续疲软。工业生产和投资数据的疲软并不令人意外，考虑到外部增长环境放缓和对房地产行业持续缺乏信心。随着中国产品需求在短期内下降，工业生产增长可能继续放缓。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一个基于对私营企业进行月度调查的趋势指标，上个月下降至 49.2， 显示活动收缩。尽管中国的出口在4月份表现出意外的强劲，但新出口订单的 PMI 下降表明在 COVID-19 期间积累的订单积压已得到消化，这预示着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放缓。上个月进口同比下降了 7.9%， 也意味着对中国工厂所需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与此同时，投资增长继续放缓，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在4月份同比下降了 16.2%。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担忧，如2020年占建筑活动 88% 的2线和3线城市供应过剩，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持续去杠杆化，将对投资产生拖累。这对建筑活动造成了压力。4月份新建住宅开工面积同比下降了 28.3%。目前，开发商主要致力于完成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反映在新建住宅竣工面积同比增长了 37.4%。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来彻底扭转投资信心。今年年初引入的动态按揭利率调整机制显然未能引发任何重大需求。对于消费来说，情况看起来更加乐观。复苏继续受益于从商品向服务的转变。4月份在线销售和汽车销售以2位数的增长率增长，尽管受益于去年的低基数。如果政府不进一步放松政策以启动其他增长引擎，目前消费很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贡献者。这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了极为狭窄和危险的道路，因为高的国民储蓄率和高失业率可能成为消费的绊脚石。政府必须扩大中国的经济复苏，重新点燃投资和消费者信心，因为外部增长环境仍然疲软。此外，中国4月份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关于人口增长放缓的重要社论将中国的情况比作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步履蹒跚的经济。虽然现在还为时过早将这两个经济体相提并论，但中国政府面临着重要任务，解决国内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它很可能需要鼓励更大的投资来推动生产率增长，刺激更多的私人投资，逐步取代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并将资本投入新能源汽车、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同时鼓励消费者信心，释放中国人口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的趋势。然而，在短期内，人们对中国后疫情复苏的可持续性有所担忧，这给政府和央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进一步放松政策以扩大经济复苏，或者采取某种形式的刺激措施以延续消费的复苏。请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西方的全球门户效果如何？南华早报，作者 Syed Munir Kasru。欧盟的基础设施倡议能否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更好、更环保的版本？全球门户主要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努力，旨在扩大欧洲在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尽管面临障碍，欧盟正在定位自己作为在全球舞台上提供切实结果的竞争对手。在5月13日的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上，欧盟重申通过其全球门户倡议加强与印太地区的联系和合作的承诺。
欧洲计划在该地区进行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发展投资，预计将在2023年及以后启动20多个旗舰项目。仅6天之后，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举行了首次中国中亚峰会。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国与中亚5国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去年达到702亿美元，同比增长40%。随着东西方争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份额的竞争加剧，一些人将全球门户视为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后者于2013年推出，旨在通过海上和陆上连接中国、亚洲、非洲和欧洲。它被认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为合作伙伴国家创造贸易和投资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尽管中国的倡议因其缺乏透明度、环境影响和债务陷阱外交而受到批评，但全球门户试图通过强调对未来导向、环境负责任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提供一个替代选择。该倡议基于可持续性、开放性和人权的原则。在西方世界重新思考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背景下，欧盟试图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领导下，欧盟正在进行一系列举措，以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该倡议将在2021年至2027年期间筹集3000亿欧元，3242亿美元，用于数字、气候和能源、交通、卫生、教育和研究等领域的投资，并加强欧洲的发展金融，重点是基础设施发展和互联互通。该倡议以独特的欧洲风格定位自己，基于民主价值观、平等伙伴关系、环境可持续性、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和私营部门的整合。考虑到全球门户相对较晚的启动，目前还不清楚它将如何与“一带一路”竞争，它将拥有哪些资源，以及它将如何与其他新兴倡议合作。欧盟正在努力说服批评者，该计划能够与中国长期竞争。未能兑现巨大承诺将带来声誉上的代价。欧盟在欧洲以外的倡议上利用私人资金的记录并不好，尚不清楚成员国是否会用公共资金支持全球门户。私营部门的参与也是一个问题，并将基于风险和回报的计算，这可能难以与现有的发展合作规范相一致。此外，全球门户的潜在目标与发展政策目标之间的差异凸显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例如，帮助威权政府进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做法与推动欧盟发展政策和民主援助计划的价值导向性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对“一带一路”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参与国在为可能经济不可行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方面承担巨额债务。它还因其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而受到抨击。许多项目被隐藏起来，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倡议需要谨慎规划、透明度和问责制，才能在经济上可行。除了谨慎处理大规模债务融资外，还需要仔细考虑项目的环境影响。全球门户旨在通过在各个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提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来解决这些缺点。他承诺遵守欧洲的社会和环境标准，但在项目细节和融资方面面临挑战。为了获得参与国的支持，解决这些挑战并确保透明度、清晰度和强有力的执行至关重要。在当前地缘政治的复杂环境下，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愿景至关重要。作为该倡议的一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已经批准了约40个投资项目。在非洲，全球门户设想的基础设施倡议可以改善连接性，刺激贸易，并提高整个大陆的生活水平。它可以帮助加强伙伴关系和合作，带来切实的好处，包括增加投资、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加强区域一体化。对一些人来说，全球门户是“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强调对环境负责任、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欧盟希望该倡议具有独特性，并独立于中国的努力之外，通过透明、良好的治理、民主价值观、联系而非依赖和可持续发展来超越中国。如果欧盟希望实现战略主权，就必须将行动与目标相一致。
进案外包过程困难且成本高昂，需要大量资金和强烈的政治承诺。如果欧盟迅速行动，全球门户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当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广岛会晤，以对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并通过债务融资对抗中国的经济武器化时，似乎文明冲突正在各个方面发生。Syed Munir Kasru 教授是国际智库 IPAG Asia Pacific 的主席，该智库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达卡、德里、迪拜和维也纳都有存在。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节目。